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不要一堆，不如百合一把。今天用百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吃法。咱们98岁老中医爷爷已经这样吃了大半辈子，方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。说到百合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到的一种食材，它是咱们百合花根部的那一块。百合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很多朋友平时都不知道怎么吃，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咱们百合的一个非常好吃、有营养的养生吃法，方法超级简单，看一次就会了。百合今天我们不需要准备太多，大概准备这么一小撮就可以了。准备好的百合，我们加入少许清水，把它洗干净。百合也是比较干净的，虽然说它是咱们百合花的根部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每一片都晶莹剔透的，十分干净。所以说呢，只需要清洗一次就可以了。然后将里面的脏水倒掉，接着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将百合浸泡10分钟的时间。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莲子。说到莲子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到的一种食材。它是我们的荷莲开完花之后长出来的果实，被称为莲子。而我们市面上的莲子一般分为有心的莲子和无心的莲子。有心的莲子，它里面的这个莲心非常的苦，而没有心的莲子吃起来则没有苦味。但是呢，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，咱们能买到有心的莲子，就去买有心的莲子，因为中间的这个莲心，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，不仅食用价值极高，药用价值也非常的高。如果你平时不爱吃苦，或者是吃不惯这个苦味的话，就可以去买无心的莲子。无心的莲子吃起来就没有任何的苦味。像如果你们家的这个莲子放久了，发现上面长了很多虫眼，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生了虫的莲子就不能吃了。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大米一样，只要是五谷杂粮，那么它必然会生虫，尤其是屋里面比较暖和的，那么里面长虫子是非常常见的。像我们的这种莲子，它生虫的话，一般长的是那种小黑壳虫的样子，看起来也不会觉得恶心，而且呢，非常可爱的一种小虫子。那么我们其实生了虫子的这些食物啊，不用去扔掉，我们直接把它放到太阳下面去晾晒。当我们在晾晒的过程中，这些虫子自然就会从里面爬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莲子或者是其他食物表面，哪怕是有一些虫眼，都不会影响到它正常的食用。大米也是同样的方法。所以说，如果家里面的莲子长虫了，千万不要着急扔，拿到太阳下面去晒一晒，这个莲子又可以正常食用了。那么准备好的莲子，我们放入到一个大碗中，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进来，然后再加入1勺食盐。其实莲子是非常干净的，那今天我为什么要加食盐呢？因为刚才和大家说了，如果家里面的这个莲子它已经生虫了的话，那么以防万一，在太阳晾晒的过程中，有些虫子还没有被晒出来，所以说我们在洗的时候，尽量加一点食盐。在盐水的浸泡中，如果里面有一些虫子什么的，它会被浸泡出来。它和我们平时洗其他蔬菜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把莲子放在里面浸泡5分钟的时间，不仅可以将里面多余的虫子浸泡出来，同时还可以将莲子进行软化，这样在后期煮的过程中更容易熟。5分钟的时间到，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没有任何的小可爱了，这个时候莲子就已经非常干净了。我们用手将它搓一搓，控水捞出，继续换清水将它淘洗干净。
整个过程我总共淘洗了3次，3次之后，这个帘子就已经非常干净了。洗干净的帘子，将它捞出来放进锅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3碗水，开大火把它煮开。煮的过程中，我们把盖子盖上。此时，锅里面的莲子10分钟的时间也已经煮好了。我们揭开锅盖，把泡好的百合加进来，接着再加入3到4粒冰糖。喜欢甜一点的，我们可以多加一点。用勺子搅拌2下，继续盖上锅盖，再煮上15分钟时间。时间到现在，揭开锅盖，将它盛入碗中。盛入碗中之后，现在里面的这个汤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饮用了。这个汤水喝起来有淡淡的百合香，以及莲子的清香味。因为我们这个莲子里面它有莲心，所以说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。但是这个苦味不重，因为这个百合和莲子的气味就已经把它掩盖了。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冰糖，这样的话就喝不到苦味了。马上秋冬季节，气候比较干燥，很多朋友都感觉非常的不舒适，我们就可以用百合莲子这样来喝一喝，特别的舒爽，而且既营养又美味。像我们家里啊，每一次进入秋冬季节，像这一碗莲子百合冰糖水，我都会经常做出来给全家人喝。如果想要吃的软糯一点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煲得更久。如果你只是喝里面的这个汤水，我们就以今天的这个方法来煲就可以了。以这个方法煲的话，里面的莲子和百合还可以煲上2、3次哦。如果你要连食材一起吃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以炖汤的方式将它炖软，将它炖得更加软糯。那样的话，就可以连里面的莲子和我们的百合一起吃了。这个水现在喝起来口感刚刚好，比我们的冰糖雪梨还要好喝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方法你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虽然说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用到的食材也超级简单，但是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咱们老一辈的智慧结晶，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